Hello，大家好。今天来介绍一个蛮特别的乳突属物种，它的名字叫白鞋子。那基本上白鞋子在乳突属里面也算是蛮有名的物种，因为它的形态或者是它的，应该说它的形态跟这个角力属的金巧店真的是非常的像，甚至我连我自己都会搞混。好。我们来看一下资料好了。白鞋子，好，白鞋子学名是这样子，然后这个有旧的学名，仅供参考。好，那原产在墨西哥的这个州跟瓦哈卡州，生长在保水能力良好的多岩石分布的山坡上，属于碱性土壤。那碱性土壤有人做研究说，仙人掌到底它原产地是碱性的话，它到底喜不喜欢碱性的？这个结论好像不一定，因为通常在这个地方生长的仙人掌，它都是春季生长，也就是冬天过后下雨的时间生长，所以下雨的时候它会带点酸，或者是雨水是偏酸的。所以反而在那个时候生长，说不定并不代表植物真的喜欢碱性的土壤。好，海拔是这样子，那一般是单头，尺寸可以是1到5公分。园艺栽培呢，到一定的大小呢，就会开始长高，然后群生，自成髻状。髻状的意思就是梳子状，就是左右很密集的排列，然后并把植物包住。然后这个听说，因为是乳突属蛮多都是有块根的，不是每个啦，但是蛮多都有块根的，有一个明显主根。等一下我们来猜一下。好，这个冬末到春天开花，现在是2月。好，花是2到3公分，有米白色和粉红色，雌蕊是绿色的，须异花授粉。好，然后1公分以上就有机会开花的。这个它跟白纸法师很接近，对，但又不像，对。然后跟金巧店非常的像，可是这个是角力属的，然后白鞋子是乳突属的，生长速度不快，然后春到夏天生长，需注意浇水频率，水太多的话会烂根哦。嘿，然后皇冠白鞋子是白鞋子石化的形态，就附上参考照片给大家看。嘿，白鞋子醉化，就是我现在这一颗白鞋子醉化。好，那我是觉得没有特别好看啊，但是这是一个收集，好，就是醉化跟还原一起。好，那我们来看一下原产地的照片。好，原产地的照片是这样。这个是网络上找得到的原产地的照片，Google 来的啦。对，脸书上也可以找到蛮多的。好，这个好像有点不是很清楚。好，这是什么特效？这样看有没有好一点？好，好，这一张的刺比较密集，这一张刺比较稀疏，代表什么意思？代表这里的环境比较好，过得比较爽，这里的环境比较严苛。然后你看很多都是岩石、石头，很多石头，对，这样很多石头分布。好啊，这个就是皇冠白鞋子，这是石化的形态，毛毛的。嘿，这个也是另外一个，这个拿错地方拍影片，对，所以看起来弱弱。这个是台湾的花友分享的照片，不是我的。什么 hair on the rib， 我不知道什么意思，但是基本上它就是这个原本的刺是这样，然后变成这样毛毛的。好 ，OK。
这个画面不太好。好，那我们来回到这个植株，基本上呢，这个白鞋子就长成这样子，正常的白鞋子。好，然后乳突属我发现它有这个中间这个刺座啊，这个刺座基部啊，就是比较偏黄，跟其他的这个物种比的话，这是比较容易发现的。但是也不一定啊，因为也有别的物种是这样。好，乳突属，然后油尖开花，那这个没开花的部分就比较漂亮的样子。有开花的部分呢，它烂掉之后呢，会缩进去，所以烂掉之后，它会把这个周边的刺啊给稍微这个什么弄脏，因为花在萎缩过程会怎么讲不够干燥，或者是环境比较潮湿的话，它烂掉的话，它会把刺座给弄脏。那基本上我这应该是有授粉的才对。好，但 anyway， 它开花完之后呢，它就会缩回去。那它如果果荚成熟的时候呢，它不会生出来，它会藏在里面。所以也有人说这是银果的特征。好，那我们刚刚说要来看看小颗的这个，这样，这个再退后一点。好，小颗手指头，这个这么小就开花，然后油尖开花，它会从里面穿出来，所以它穿出来的时候就应该说一开始这样了，一开始这样，然后它会穿出来，然后再长出来，然后开花的时候就是这样啦。花是这一个应该是淡粉红色的花，那开完之后如果没授粉，它就会枯萎，然后应该还会再缩进去一点点的，对，但是我这是没有授粉的，这样。然后这一颗应该是比1公分再大，接近1公分，或者是稍比1公分大一点点。所以这个size就会开花了。好，那基本上我们来比较一下跟这个金巧店啊，基本上乳突属嘛，所以是油尖开花没问题。对，那这叫什么？生长点附近开花，它可以是就是在这一圈啊。那乳突属的话，就是如果你仔细看的话，它是绕着这一圈开花的，所以它不是在生长点这边开花，而是在生长点下面下来的这一圈，这附近开花。对，好，那你看，这个体比较白，这个体比较黄，这个就比较容易辨别这是金巧啊，sorry， 白鞋子。对啊，这个看起来有时候我就会误判成是金巧店。如果它没开花的话，我还真的有点判断困难。好，那我们来比较一下这2颗。这2颗如果我不说的话，你会以为这一颗是小颗的，然后这一颗是大颗的，对，但这一颗是油尖开花，然后这一颗是有没有？这里在长花苞了，顶花。然后我刚刚讲说什么白鞋子中间是比较深的黄色，啊，这个中间看起来也有点深啊，
那除非是说这一颗中间是灰色的，你看不出来啊，不然在还没成株之前，金巧店就有机会开花，就有能力开花，所以你就看不出来。对，比较容易搞混啊。但是如果你仔细看，有些个体的特征，像这个特别黄的，那当然你一比，还是可以看出有一点点差距的。好，只能是这么说了吧。好，那这个白鞋子呢，它的次座就是从头到尾都是这样子。它长到成株之后，这个次座就长成这样。然后，但是呢，金巧店呢，它在这个次座的上方，它会长出棉毛，对，就像这样子。除了这个开花是顶花之外呢，这个有没有这里？有没有这里？这个金巧店随着越来越大颗，它这里会长出棉毛，这里这样。可是呢，白鞋子不会。这样也是另外一种判断方式，但是如果太小颗的话，你会是以为不确定是在没有开花之前啊，你不确定它是金巧店还是白鞋子，这有时候真的是，所以这个名牌要好好摆啊。虽然我这个没有放名牌，对，好 ，anyway 好，然后呢，刚刚说这个开花嘛。哦，刚刚说有一个笑话，就是这个小时候我把这个名牌放成这个金巧店，结果呢，仔细看哦，啊，这怎么在这里开花？这里啊，看这个很小颗，结果这里开花，球，这根本不是金巧店，这个是白鞋子，傻眼！看这里开花，说不定我这个也种错了。当时以为是金巧店，结果开出来是那个，所以我才会跟这个背景的这个阿龙索，然后生龙丸，这个是角力丸种在一起啊，以为这个是那个梯属的，所以把它种一起，结果现在证明它是这个白鞋子，傻眼，所以我没有放名牌啦。好 ，anyway。所以呢，我们现在来挖，我想想，来挖这2颗好了，因为这个种子反正开花了啦，我想挖，哎，等一下挖出来给大家看看有没有块根。好，等一下哈，挖，结果一挖。全部都挖出来了。好 ，anyway， 我们来一个一个看。好，有一个明显的主根，可是这个对我来说不是块根，还不算是，是第2颗。有花苞，有一个明显的主根，可是这也不算是块根。然后这个再大颗一点的，理论上如果要有块根的话，这应该蛮粗的。可是我只能说这是一个明显的主根的位置，所以我在想，白鞋子应该不算是有块根的物种。对，近拍一点好了，这样。好，最后一颗，这样，这个花开完之后就会萎缩成这样。
这刚生出来的，生出来会这样子。然后这是枯萎的。好，这个也是一个主根，但是没有块根。好，那我们听说这个雌蕊是绿色的，我们来看看。好，这个花的结构大概就跟一般的乳突属一样，然后是绿色的，哎，好，然后结构是这样，这下面应该是脂肪了啦，对。哇，哇塞，这超狠的！所以挖下来是这样子，这基本上跟肉都粘在一起的，所以人家说这个白鞋子它是银果的，是因为它的这个基本上它的果实藏在很里面了，它基本上它的果肉跟这个都这个什么粘在从身体里面长出来，成熟之后它就是躲在里面。这样看得清楚了吧？好，那我们回到花这边。脂肪的部分非常窄，几乎看不太到，几乎看不太到。好，所以呢，大致上是这样子，这样。好啦，这就是今天介绍的白鞋子啦。OK，这样子喽，拜拜。